子观 cosplay。嗨，好久不见，子观。对，好久没有找我了。我们就是翻牌一样，就是最近太久没有翻到子观了。今天晚上皇上翻的是贵人您的牌子。跟子观一起录影真蛮开心，而且今天这个主题非找你不可。今天要讲的是大家其实一直很有兴趣的，如何开始第一次 cosplay。我们其实都是玩 cosplay， 除了欧尼之外，都还算蛮久的。到底谁的 cos 龄最久了？大家可以先讲下自己的 cos 年龄好了。我是07年开始玩，所以我应该大概15年。你15年，我都不知道哎。你怎么会？你一定比我多，因为我刚进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是玩很厉害的人。可是认真讲起来的话，我国中就 cosplay 过哎，就是万圣节，然后 cosplay 左眼的夏娜这样。这也算啦，也算。那应该是你开始第一次是很久之前，只是你中间就断了，就没有再玩了。对。那小妖嘞？我应该20年、21年。你比子观久吗？有，他一定比我久。我时候就在看他的 cosplay。有时候就跑去浪，就大概有跑去浪，这是什么答案呢？什么叫跑去浪？跑去就是没有玩后吧，然后先冲。你可能跟我差不多吧，他可能跟你差不多，而且有可能接近20啦，有可能实际上玩的时间比你更少，因为大家都会以为我有在玩 cosplay， 可是事实上我只是表现出我有在玩 cosplay， 就跟频道一样，一直说我喜欢 cosplay。而且我觉得你有一阵子就可能1年来出口，比如说一个角色。对，跟他们比起来，我就是萌新，我在3年。可是你的频率其实你的频率超越很高我啊，可能人家3年。简单分享一下我们的口令，但其实今天要讲的重点都不是这一些，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很烦，简废话很多。你就想说，我看了10分钟，就是你要没重点。很敬爱你哦，比较爱你哦。我觉得我们先把一个人给弄出来好了，先 focus 在这个主题上面，所以就从买衣服啊、化妆跟弄假发这3个东西开始好了。首先你要先有钱，我是来打破他梦想的。你要先把自己顾好你啊。做衣服，你的衣服，你就算自己做，也要买布钱呐。我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你们可以公开你们每个月花在 cosplay 上面的支出吗？我以前学生时期大概平均大概3000到5000之间吧，其实差不多。学生时期。我学生时期其实也花蛮多钱在 cos 上，但是那是因为我把所有打工奖学金，还有一些我平常日常省的钱，全部拿去玩 cos，对，所以我大概会再多一点，大概可能5000到1万。哦，以前学生就那5000到1万，你花蛮多的。然后还有学一些就是什么技能，一开始有订衣服，可是就是因为订衣服太贵，学生没钱，对，所以我就开始学怎么所以就会开发出做衣服，所以没钱的话就可以先从做衣服开始，技能开始，就会开始点技能了。但是做衣服你要有布钱，所以你一样就是还是要想办法存钱啊、打工啊，或是干嘛的，还是不可能说哦你饭都吃不起还要玩 cos， 那真的是我以前就是这样不要玩，我以前就是这种饭都吃不起要玩 cos， 所以我觉得不要这样，会不健康，会不健康。可能方法有一个是，如果你很喜欢一只角色的话，你就一直出同一只角色，然后给他穿不一样的衣服。对，这也是一个。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省钱，就是我借你，你借我，对，然后一个群组。这也是。就是早期有人会很介意说，你不是说你很有爱吗？你怎么都不准备，还跟我借衣服？你一定是没有爱。会有这种人吗？以前各种事情都要嘴，我真的是 cosplay 吗？以前各种事情都要，以前连你创了本专就说，他竟然以为他自己多有名，有粉丝还要创粉专。原来我当边缘人，自我边缘。我一开始知道啊，我一开始玩 cosplay 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我有听耳闻，就是 cos 圈的人很喜欢开战，然后我还特别对，怎么这跟我认知的 cos 圈不太一样？你可能没有，你就不是 cos 圈的。我觉得没有钱，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买2手的衣服。例如说，很多人他可能那个很多人就是我们就是这样。我第一套 cos 服其实也是2手的，是刚好看到。所以很多 FB 的社团都可以买到。现在 FB 有很多社团，就是可能有卖2手的，你可以分享。你有没有分享一些你觉得不错的社团？我觉得 FB 上面最热门的 cos 社团叫做艺人 cos 夫妻标社，然后其实你不一定说在那边就是你可能只能以1元的低价卖出，它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那边呢，就是它是会设定一个竞标时段，然后让大家在时段之内去竞标那个衣服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
这种竞标的东西，好像大家就觉得有时效性、有限定感，就很喜欢去那边竞标衣服，所以那个社团现在的人很多。但是热门的东西，或者是其实大家都想要的衣服，你可能还是会以原价卖出去，就是并不会说哦特别贱价卖出这样子。我记得虾皮好像也有那种就是可以租衣的，对，有很多租衣服也是一个。因为我觉得租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烦恼这个衣服要怎么再脱手的。对，你可以就是付他使用费之后就还回去，然后也不会占你家里的空间，你也不用想办法卖它这样子。你在FB 打关键字打二手 cosplay 服装，事实上你就会看到一些。然后加入的原则，我自己是比较倾向加入比较人数比较多的，因为人数多，你的人数基数多，它会比较活络一点。因为也变成是说，你可能比较容易租或者是买到你想要的 cosplay 衣服。自己做或定做，我觉得又是一块，因为有些人他会想要自己做衣服，那你是怎么开始自己做衣服？我最早开始做衣服可是我自己做衣服，我穿去场次上还遇到就是来抢，甚至来抢我的人嘛。我那时候是第一套自己做的衣服，是那个娜娜里面有个角色叫真一，而且我第一件 cos 服那件衣服我是用热熔胶做的，就是我就剪了一件我普通的 T 恤，长得跟那件差不多，然后我就把那个版型放在上面，然后照着做，然后用热熔胶把那个黑白条纹粘起来之后，然后最后就是好像手缝什么，然后就变成一件衣服嘛。然后呢，它有一个我印象超深刻，就是你们知道那个 Vivienne Westwood 这个牌子嘛，就是它有个很著名的土星项链，那个角色戴了一条那个项链，我那时候用纸跟一些材料做了一条就是差不多的项链，然后上面贴一些宝石之类的，因为我买不起真的土星项链，那个非常贵。然后那时候我还穿去场次上，我就觉得我做的不错，就是第一次做了一个大全套，然后饰品。然后呢，就有人走过来跟我说，你这土星项链不是正版的吧？我建议你，我觉得你应该去买正版的。然后就是这衣服，你自己做的是还不错啦，但是你这个项链，我劝你是最好是买正版，不然不还原。然后他就走了。那边的温数超贵耶！对，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刚玩cos的学生，我买不起。然后后来我开始学会用缝纫机，就一开始用手缝，然后后来手缝太慢嘛，然后就想说，那就存钱买了一台3000块的缝纫机。然后我开始大突飞猛进，是我那时候做了初音家族系列，他们那时候很流行嘛，然后一首歌就是一套衣服。我没有那么多钱去订衣服，然后我又很想要 cos， 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不然我来自己做看。一开始是买一些成衣来干，然后后来就慢慢的，我可能会做一个基础的型，然后就越来越厉害，因为那真的就是做了很多衣服，然后累积很多经验。一开始可能版型会怪怪还是干嘛，可是因为你就做自己的衣服，你就可以放在身上穿，然后哪里不合就哪里改。所以我就是那阵子之后就越来越厉害。我身边认识一些会做 cos 衣服的人啊，很多也不是本科系出身的，大部分都不是。对，而且其实他们跟本科系比起来啊，长期有经验的人，他们其实更会去做一些打版，因为 cos 都会有一些奇怪的版，那个是你就算去念服装科，你也学不到像这样的版型。我觉得差别是差在服装科会很计较那个0.5公分，然后那个版型要正规，就版型要合理，很合理。对。但是 cosplay 的他们会比较喜欢用立裁，然后比较喜欢用抠版的方式，那个感觉不太一样。没有谁对谁错，就是去做衣服，衣服就是给人穿的，没有谁对谁错。可是两个的穿上去的感觉会不太一样。你衣服买来一定要试穿，真的，就是你们去买那种淘宝全套，一定要穿在身上，看看哪里不合身要改。所以多多少少，其实你还是买回来自己还要再做一些加工。每次裤子都反着穿，然后旁边弄2排别针，然后别小，然后胯下很容易破洞。对，胯下它的那个缝缝都留超少，就是它要省布嘛，对，然后留超少，然后稍微就啪的咚。你们有遇过诈骗吗？我有。要如何才可以防止遇到这种事？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候算是运气还不错，可是我刚开始新手玩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有订过那种非常贵的衣服，我有订过那种造型很简单，但是他一顶收我6000块的假发，然后我当时还真的订为什么？就是为什么要订啊？不是因为我以为cos服就是很贵啊，因为没有钱，这个只是订到很贵的东西，但我被诈骗是他在露天都帮忙代购很多东西，前面都是正常的，前面有很多人都跟他买，都有拿到的，他有好好经营一段时间是真正的。对，然后他最后收了一票大的，可能大概10几万或者20万，我不知道，但是
我记得我是订了2000多块衣服，然后我还帮我搭档也订了2000多块衣服，所以总共大概是4、5千块。然后我们就一起被跑单了，就是他那一批收了所有人的钱之后，大概10几20万就消失了。然后那是我第一次，就是我还寄存证信函给他，然后所有人联合起来寄存证信函，可是追不到那个人。其实我觉得诈骗这种事情哪里都会遇到啦，对啊，所以大家如果遇到的话，先报警。我是有买过那种2手衣，说是 L 号，然后买过来 L 码都穿不下。这种很长的，哇，那假发呢？你们都因为我觉得衣服跟假发应该是有点像了，反正就不外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管道可以去买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假发应该就不用特别说，但主要的比较特别的是说剪假发，对，你们都怎么剪假发这件事？假发我通常都自己用啊，自己研究啊，自己研究，一土法炼钢。土法炼钢啊，一开始就只是修啊，稍微用那个定型一喷一喷，然后那你怎么让自己进步？进步吗？就是看像现在都有一些像那个哔哩哔哩都有一些那个哔哩哔哩，对，都有一些现在比较方便了，现在网上很多教学。但我以前是去那个找剪头发的地方，然后请他帮我剪，然后我就偷学他怎么剪，跟我一样，偷学的。我觉得多看教学啊，我觉得不管是假发还是化妆，都是多看教学，然后多练习。而且你如果常出男角，你剪假发造型会进步很快。因为2次元的男生角色大部分都是有很多层次的假发，然后要抓、要造型、要逆冲天长得很奇怪，刺头什么的，你就是可以进步神速。我觉得一开始可以先从那种简单的发蜡、定型衣开始，然后慢慢这些都熟悉了，再开始用什么 U 胶，就多练习，或者是说，或是有钱的话就找人帮你做。我化妆的话，因为化妆其实之前我们在别的平台也有聊过这个东西，我就代为分享一下好了，就是不外乎如果像 cosplay 的妆啊，很多是先从你喜欢的 coser 开始的，因为 coser 的妆其实也有不同的流派，例如说有一些是它会画的比较浓，然后有一些是2次元没有假霜啊，然后对，然后也有就是不太化妆，然后它是拍照之后才用电脑画，它是靠 Photoshop 化妆，这有点累。这个也有这个流派，就是绘师派这样子。那有些是自然，就是不管他做什么角色都看起来蛮像他的这样子。那这种我觉得你就是选择你喜欢的流派，就是会喜欢的 coser， 然后呢去试着就是把他的妆去模仿这样。我觉得一开始其实都是先从模仿开始，然后不断的练习。化妆其实你去看一些美妆的那种教学或者杂志，我一开始学化妆那时候是没有什么网络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看一个那种日本杂志，好像叫 Party。如果本身就有在化妆的人，特别是女生，她会不会其实上手很快？在化就是转换成化 cos 的妆上手会比较快？对啊，对，然后转换根本没事。可是我觉得 cos 妆跟一般妆的差别是 cos 妆是要强调那个角色跟效果好，所以通常会比日常妆再浓一点。而且戴假发跟在镜头前面会吃妆，所以你的妆人要再加重。对哦，其实我觉得化妆要点是你要强调你要符合那个角色之外，你要凸显你自己的优点，跟就是想办法遮掉一些自己的缺点，这才是化妆最重要的地方。所以你要自己去找要怎么样画才会让你最好看。对。然后我觉得表情很重要。表情也超重要的。这个主题就今天这一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插什么话，我最安静的一集，我只能一直 Q 你们，一直 Q 你们。你的表情很厉害。对，我是不是负责，他是比较色色的。对，我负责色色，没有。我比较喜欢去揣摩角色的一些感觉，演绎。就是这是我比较有兴趣啊。当然，我觉得 cos 就是这样，你会进来玩这个东西之后，你也会因应你的兴趣，所以你会衍生出你在某一些地方就会特别强。怎么开始我觉得是容易的，然后倒是你进来之后，你怎么再选择你喜欢的东西，慢慢去加强跟交流。而且其实会问我们这种问题，比如说怎么当 coser 这个问题的人，其实他都不是想要问怎么当 coser， 他是想要问怎么当可以拍出这么漂亮作品的 coser，因为他想要一开始他就可以做到这么完美。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没有，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没有很厉害。对啊，也是从就是小菜菜开始，看着超烂的，超烂，然后想要烧毁。我发现我们聊第一次如何开始 cosplay 这主题，我们聊超久，然后其实只聊了一点点，这根本就做不了一集。所以我决定只时钟。对，我决定就是我们这一集干脆就切成2集，那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些，因为今天我们只是粗浅的讲一下说，
怎么买衣服啊，或者是假发呀，或者甚至化妆这件事情。可问题是，可能还有另外的，譬如说怎么找摄影棚，然后怎么外拍，怎么找摄影师，怎么找伙伴。你想说什么？这时候就要说，我们两个有在接社团课，cosplay 社团课，欢迎找我们两个。工商时间，谢谢欧弟，老师很温柔 ，OK， 给你们爱。cosplay 真的没有像你们想象中的那么难，就是现在真的蛮方便的，淘宝啊，或者是说 FB 上面的资讯啊，所以我觉得倒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决心说，OK， 我就开始买了，我什么时候开始玩了，然后不要怕失败，对，不要怕失败，因为反正你可以重拍很多次，你可以重做很多次。然后我以前一个角色都出过大概10次，那我们就先到这边，我们就把它拆成上下集。下一集呢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找摄影棚、摄影师，找拍到的伙伴，怎么在 cos 圈交朋友。那今天就这样啦，